大家好，我是小沙，开始喽。本节目由台湾安全设备与服务产业协会赞助播出。我相信许多人跟小沙一样，第一次的养鱼经验就是到夜市捞金鱼，开心的捞了一堆回家之后，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养过鱼，那怎么办呢？于是拼拼凑凑开始了自己的养鱼人生。虽然大家都说金鱼是新手入门的鱼种，但是金鱼真的好养吗？我们今天来特别介绍一下金鱼该怎么养吧。首先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金鱼。金鱼起源自中国，是由鲫鱼演化而来的。在经过各个部位的变异，才有现在我们看到的各种不同的金鱼。从世界的角度来看，金鱼的养殖大部分都分布在亚洲，除了中国之外，最大的2个繁殖国家是日本以及泰国。因为人们的养殖的习惯从以前的池塘、鱼盆的养殖演变到现在使用透明的鱼缸养殖，人们观看的角度改变，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对于金鱼的审美观。而这2个国家也因为喜好不同，他们所培育出来的金鱼体态与外观都有点差异，比如说日本的河金以及泰国的泰狮。而现在在台湾市面上买得到的金鱼主要分为5大类，类似于鲫鱼的草种，体型短小，各鳍较长，有背鳍的吻种，头部扁平而宽，眼睛突出的龙种，体型短小无背鳍，身形类似鸭蛋的蛋种，身形像是蛋种但眼睛突出的龙背种。那草种的代表，比如说草金鱼；吻种的代表，比如说流金、狮头；龙种的代表，比如说龙金；蛋种的代表，比如说蓝兽；龙背种的代表，比如说朝天眼。那我简单介绍一下大部分我们可以在水族馆里面找到的金鱼吧。流金以头尖、嘴尖，头部平坦无肉瘤，身形近似圆球状，而它的游速偏快。狮头头部发达，有背鳍，身形如蛋状，游速偏快。红帽头部有红色的肉瘤，有背鳍，大部分红帽全身只有白色，头上带点红色，游速也是偏快。蓝兽身形如蛋，没有背鳍，脸部的肉瘤发达，而它的游速则是偏慢。珠鳞身形如球，鳞片形状犹如灌珠一般，而它的游速也是偏慢。水泡眼身形如蛋，它的眼部下方有大水泡，如果水泡破裂的话，很容易会造成死亡，而它的游速也是偏慢。牡丹身形如流金一般的浑圆，眼部突出，游速比较快。当然，除了这些之外，另外还有龙金、蝴蝶等等的金鱼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金鱼适合的水质环境。金鱼它属于广温型的鱼类，0到38度其实都可以存活，但是最适合的是在20到28度之间。超过了30度会感到不适，死亡率、发病率都会增加。而水温低于4度的时候，会开始进入休眠的状态。但是，就算它们的适应性很强，在一般的状况下，日温差也不要超过10度，瞬间温差也不能超过2度。而对金鱼而言，水的酸碱度要求范围也很广 ，pH 5.5 到 9.5 都可以饲养，但是它们还是比较喜欢在环境大约是 7.5 到 8.5 之间。另外，在水中加入一些食盐，大约是整个水体的 0.5% 会比较好。原因是因为盐可以抑制寄生虫的生长，同时可以增加鱼体的抵抗力，并促使它们生长。而金鱼它们是食量大并且运动量非常大的鱼，所以首先养殖的密度必须控制，不然很容易发生缺氧的情况。再来是它们的食量大，粪便多，所以控制喂食跟清理粪便是非常重要的工作，不然在有大量粪便的情况下，很容易氨中毒并且死亡。另外，金鱼有一个坏习惯，它们特别喜欢咬一些它们可以咬得动的东西，
比如说缸底的底沙，它们会吃石头上的东西，但是不管上面有没有，它们都会想咬咬看。那这个习惯也导致，如果别的金鱼在旁边，它们可能会发生互咬身上黏膜的情况。而这个习惯可能导致了2件事情会发生。第一个，如果想要养水草，就不能种植在底沙里面，因为很容易被金鱼咬着咬着就咬出来，浮出水面上。所以要养水草，可能只能选择小榕这种叶片比较大的植物。第二个是因为它们很喜欢咬其他鱼身上的黏膜，就有可能不小心咬着咬着就把对方的眼睛给咬掉了。如果水质好一点，照顾得好一点，伤口可能会愈合，但是如果养不好的话，很容易马上感染就死掉了。所以我这边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，如果已经有养游速比较快的金鱼，就不建议混养其他游速比较慢的金鱼。比如说家里已经有养狮头或者是流金，那就不建议再混养蓝瘦或者是水泡眼。最后要提醒的是，很多人会想说，为什么我买回来的狮头啊、蓝瘦啊、红帽啊这些金鱼，头部都没有发育的这么好看？其实要把头部养起来，基本水质顾好之外，我们还要多提供一些高蛋白的食物，比如说丰年虾、水藻、红虫、蚯蚓，或者是高蛋白的营养饲料。但是如果到最后都还是养不起来，那就有可能就是基因的问题了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订阅，记得帮我分享我的影片。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